Hello，大家好，我是云哥。作为一个入坑原神2年、直播1年半的老咸鱼，33岁老大叔，很多水友跑到直播间问我的第一个问题都是怎么抽卡。经过了无数次的讲解，云哥总结了一些原神抽卡的内功心法，作为游戏的重点玩法，整个过程直接关乎着玩家的游戏体验以及钱包的余额去留。那么这期视频就让各位新老玩家跟我一起回顾原神抽卡这个妙趣横生，让人时而开心，时而大保底气个半死的过程。千头万绪呢，还是先从基础内容讲起。原神的角色池，小保底90发，大保底180。根据云哥的经验，萌新账号以及长期不登录的摆烂账号，提前出金的概率会高一些。像云哥这种原神活跃账号，基本都是大保底160发左右。唯一一次特别欧呢，那是在白族的卡池。所以类似白族、灵人、萧公这种抽的人比较少的卡池吧，感觉提前出金也容易一些。至于什么抽卡找地点、抽卡前洗手这一类的游戏玄学，那基本都是白扯犊子。都2024年了，少玩赛博迷信，多多学习商业逻辑，坚定信仰唯物主义。一堆数据跟你现实生活完全不存在逻辑关系。然后就是卡池轮换制，原神的卡池20天一换，所以老角色后续呢也还要继续销售。有了这个制度存在呢，原神打深渊就能保证一点，大部分情况下，即便是下水道角色，只要正确配对练度够，也都是可以打满深渊的。网上呢会有很多玩家整天闲着没事干呢，来一手拉踩角色，那基本都是在寻找现实生活不能给他们的优越感。一般现充玩家要么玩得起劲儿连干带氪，要么忙于工作把账号托管给云哥这一类的代打主播，还没时间跟人掰扯去给一个游戏角色分个好坏高低，吵个没完没了。再加上原神呢是个卖角色的游戏，作为主要的盈利点，后续一定是要源源不断推出新角色，才能保证游戏持续赚钱。所以即便是在当前版本输出最高的水龙，必要的时候也会在深渊放一堆克制它的怪物，变相引导玩家去抽现在卡池里正在 up 的角色。所以作为玩家，为了应付游戏之中各种复杂的场面，我不推荐玩家猛冲疯狂魔怔个别角色，红花也要绿叶配，尽可能让你的 BOSS 做到一个百花齐放。比如无敌开盾的挖矿钟离，能飞能跳高的伞兵和万叶，跑得嘎嘎快的叶兰。当然了，现在没有叶兰呢，也可以林尼特先用着。云哥在须弥解谜用的最多的还是小草人，在枫丹大地图解谜干宝箱呢，主要是用符符。深渊呢刷本打怪方面呢，另外我建议你每个属性的主 C 还有后台的副 C 都分别准备一些。云哥的风 C 呢是伞兵，不过现在用的少。新来的岩 C 纳维亚呢打得比较开心。有了纳维亚呢，黄龙一斗我就不抽了，补图鉴我也补不起，新角色一个接一个。即便到现在呀，原石也是吃紧的状态。目前最头号的带队尖锋还是水龙和雷神，所以对于玩家呢最经常问的问题，命座和专武要不要抽？我建议像云哥一样的贫穷玩家，月卡党有限的那点原石多抽角色。花钱解锁新玩法，抽命座呢，如果是解锁机制，那也有点意思。但是很多命座呢，纯粹就是花钱买数值，这就是纯粹的副歌的世界了。至于说专武吧，其实原神的专武呢比较迷，有些专武不错，抽到手直接能用。另外也图个好看，比如雷神的剃刀胡桃的护魔呀。但还有一些专武呢，需要角色高命高练才能发挥出作用。比如弗宁娜的专武，叶兰的弱水，最后还有些专武吧，只是带着好看，属性非常不咋地。比如星海的月华，东篱的冠红。说起星海自从抽到一直就仓管，全方位被弗宁娜暴杀。后续入坑的水友如果没有特别的叉 P 呢，建议拿了水神星海就别抽了。至于命座来说呢，叶兰的一命，胡桃的一命，这俩命座解锁机制，游戏体验提升太大了，推荐抽一个。其他的命座呢，其实云哥都不咋推荐，几乎都是充钱买数值，除非你特别的厨，这角色我就是喜欢，我家也不差那18000的。拿个满命支持一手米哈游，这可以。但如果是全角色个个都满命，那云哥也是不推荐。首先是你角色抽太多了，根本就养不过来。
一天就那点体力，一下抽很多角色，贪多嚼不烂，一个一个养好，不知道要多长时间。原神现在呢，不算闲云卡池75个角色，云哥拿了59个，实际在用的连4星在内也就是20个。大部分都餐馆。原神这一点呢很奇怪，有时候钱花多了，游戏体验反倒下降了。抽卡呢就像性生活，一不小心孩子生多了，养不过来，也教育不过来，最后脑瓜嗡嗡的。云哥基本上现在1-2个卡池抽1个新角色，这样呢新角色抽到了手上的老角色也已经练好了，对吧？二儿子生出来了，大儿子也大学毕业了。什么？你说到时候云嫂都绝经了？再一个就是全角色满命，打啥都是一下就死了，公关没有难度，只剩下无敌的寂寞。几十万进去了，最后反倒觉得没有挑战，退坑了，完全忘记了旅行的意义。就提瓦特的飞鸟、诗歌与城邦、鱼人众还有怪物都被我一拳打死了。旅途的终点还没有到来，我的钱包余额提前来到了终点。尤其对于萌新月卡党来说，前期资源本来就少，一路猛干，好不容易干点原石，一定要好钢用在刀刃上。留意一下内鬼爆料卡池，对于钟离、万叶、水神、雷神、草神这种万年好用的角色，提前至少2个月就开始囤原石，忍住1分别花，别瞎垫池子，不然到时候吧都抽不到，连干带氪急够呛，那是真难受。要不很多人怎么玩不下去就退坑了呢？你们跟我比不了，我都玩2年了，深渊强度自由了，该抽的角色我都有了，后面就体验新玩法了，走XP了，1个月就1张小月卡，多了都不充了，除非以后发大财。对于万叶钟离这种人民公认的好卡，云哥从不跟人民大众对着干，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对于很多正在路上的新卡，那就着实纠结了。各位上眼瞧，克洛林德、仆人、千之，马上要到位的闲云，那是个顶个的魅力四射呀！原神的数值策划呢，现在也逐渐成熟了，基本都能把强度数值呢控制在差不多的水平。但是也出现了水龙和公爵这种完全翻车的案例，明明是同一个版本同时出生的新角色，水龙的强度数值呢，实在就是给的太多了。相比之下呢，公爵的使用体验那原地就是个不咋地。所以呢，这种新角色抛开XP元素不谈呢，最好还是先看看测评。类似卡特雅、龙四爷他们的数值测算呢，都是让人比较信服的。当然信得过云哥的呢，关注云哥看云哥扯也是可以的，不过我没他们算得准，主要是我没钱。新角色他们都算完数值了，我连抽都没抽到。截止到云哥文案呢写到现在，距离闲云到场还有2天半，大约60小时。目前云哥的卡池水深呢是43，手上呢有40抽，微信余额是2.33元，工会不给发工资。云嫂早上往饭桌上给我撇了200块钱买菜，闲云呢可以吃个小保底，歪了我就不要了，直奔4.5千只。当然了，闲云虽然场外节奏很大，官方底 buff 拉满，但角色本身没啥毛病。然后就是有水友呢让我评价一下还没进测试服的角色，不论是原神还是崩铁，基本上都是上线前1个版本进测试服开始测试。在这个期间呢，策划会对角色做出调整，强度数值上啊、机制啥的，就测试服调整。一般呢就到 V5 关门，角色具体的样子才算是正式定案。现在没法评价，你就像让我评价2024的高考题，问题是那高考题还没出呢，我咋评价呀？那总不成瞎编不是？这些个内鬼呀、舅舅啊爆料出来的信息呢，基本都是米哈游的商业机密，说白了就是一些设计的初稿，不是最终的定稿。有人爆料呢，只能当个乐子看，当真就真没有必要了。然后就是这个捞4星的问题，有些4星角色吧，对于萌新来说那真是非常需要，比如老的班尼特、行丘九七忍，新的夏沃雷，4星角色6星体验，早到手早爽，顺手抽到呢当然是最好，但要是真倒霉起来，4星角色没保底，丢个100抽进去拿不到，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就云哥抽夏沃雷举例吧，43抽到手了，这是个挺奇怪的数字，纯粹是运气好拿到的，所以一般不要捞4星，除非抱着必须拿到的决心。歪了不要的角色我也认了。当然了，4星角色也没那么难抽，先整个灵命的先玩着，后续的角色命座呢，玩的时间长了，迟早能歪满，不用着急。整体来说，抽卡就是一种软性的赌博，国家呢没禁止，它就不违法，玩起来确实有乐子。但是过度了也伤身，所以云哥的心态呢，就是我默认他大保底，是一种攒钱兑换的心态，这样飞了呢，我感觉也正常。
降低期待，偶尔运气好呢欧一次，我感觉还挺爽的。当然了，对于条件比较好的水友，没事氪个18000的不在乎，为中国的游戏产业添砖加瓦了，也给政府呢创造税收了，这也不是坏事。毕竟在家打游戏呢，总好过出门打架不是？打游戏气儿消了，出门见人也没那么暴躁了。总体来说，抽卡虽好玩，但也别贪赌，它本来就是个游戏，就像小老百姓打的小麻将，自己拿捏一个度。好吧，先扯这些吧。如果感觉对你有帮助呢，给云哥安排一个免费的点赞转发，也欢迎大伙到直播间来唠嗑吹水扯闲谈。我是云哥，咱们下期再见。